法国力挺乌克兰，向乌再追加20亿欧元军事援助。进兵亚太，美国计划在亚太部署新型中程导弹。欧洲局势日渐紧张，北约集体扩军，欧盟继续推进防务自主化。战争迫近，全球军费持续攀升。2025年，美国国防预算达到8860亿，日本、印度等国军费增速超10%。F-35升空拦截俄军苏35编队，精彩资讯马上开始。2025年3月2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巴黎爱丽舍宫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向乌克兰追加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此举不仅是俄乌冲突以来欧盟单笔最大规模的援助，更标志着欧洲安全格局的深刻重构。这笔资金将用于采购反坦克导弹、防空系统、装甲车、无人机及弹药，并支持法国军工企业在乌克兰本土生产部分装备，形成输血式援助产业链布局的双重模式。这次援助清单呢，大兵也详细看了看，就简单跟各位讲一下。援助清单包括了300枚米兰反坦克导弹，用以瘫痪俄军装甲集群，以及升级版的西北风防空系统，可以覆盖基辅70%的领空；50架察打一体无人机，配备 AI 目标识别系统，穿透电子干扰；VAB AMX-10RX 装甲车与凯撒自行火炮的底盘，将增强乌军机械化作战能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法国24年已经交付了首批幻影2000战机，这次追加的 MICA 导弹专为该机定制，暗示未来可能重启该战机生产线，以满足长期需求。军事专家估算，这笔资金足以武装3个机械化旅，乌军当前日均消耗弹药量高达1万发，急需此类定向补给。而马克龙的援助意图呢，远超军援本身。首先，这次大规模援助其实是法国争夺欧洲安全话语权的一次关键举措。德国因为能源危机收缩援助，波兰和匈牙利陷入内部纷争，马克龙借此以欧洲安全担保人的姿态，可以重塑法国的领导权。其次，法国的军工复合体成为援助的直接受益者。消息公布后，达索集团股价飙升8%，法国军火商正在抢占全球15%的武器市场份额，乌克兰战场成为了尖端武器的活广告。在地缘博弈层面，这场援助被嵌入了马克龙的欧洲觉醒叙事。巴黎峰会前夕，27国领导人齐聚，却没有美国代表。会议聚焦建立武器快速通道、欧洲联合防空体系及战后安全保障框架，实质是构建去美国化的欧洲防务机制。马克龙强调伙伴部队不部署前线，既与美国的前线硬刚策略划清界限，又避免了与俄直接冲突的风险。而泽连斯基的巴黎48小时堪称外交闪电战，白天敲定军队现代化计划，傍晚痛批美国中东特使偏袒俄罗斯，深夜在社交媒体呼吁欧洲主导和平进程，将乌克兰命运与欧洲自主深度绑定。俄罗斯对此强烈反对，在马克龙宣布当天呢，俄军对基辅发动了117架的无人机夜袭，其中超过一半的无人机被乌军防空系统击落。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这次援助恰逢拿破仑逝世200周年，爱丽舍宫走廊的拿破仑画像仿佛凝视着这场现代地缘博弈，历史的天平在军火、能源与意识形态的砝码间摇晃。而20亿欧元既是马克龙的政治宣言，也是欧洲安全秩序蜕变的烽火信号。2025年4月，美军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这也是冷战结束后美军首次在该区域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美国通过提风系统的快速部署与模块化设计，正重塑亚太地区的战略威慑格局。这次部署在2024年4月，美国陆军第一多域特遣队将首套低风系统经 C-17 战略运输机运抵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在美菲盾牌联合军演中完成实战检验。该系统由洛马公司研发，整合了海军 MK41 垂发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陆基战斧巡航导弹及射程460公里的标准6导弹，兼具对地打击与反舰能力。
其模块化设计允许单套系统装载16枚导弹，并通过半挂卡车实现快速机动部署。美军宣称其15小时横跨8000英里的投送能力验证了战略威慑的即时性。美国的战略意图体现为一体化威慑框架下多维度布局。首先，这提风系统填补了美军远程火力空白，与射程300到500公里的精确打击导弹及射程2776公里的暗音高超音速导弹形成射程衔接，实现战区火力的无缝覆盖。其次，美军与1+X 的模式构建部署网络，关岛作为核心枢纽，菲律宾、夏威夷等支点形成快速反应链。目前第2道提风系统已计划进驻夏威夷，预计3套是2026年前完成部署。此外，美军正在推动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的联合行动，通过提风系统的机动性验证，探索在简陋交通设施下的战术可行性。提风系统展示了美军快速整合海陆装备的能力。MK41 垂发系统的陆地移植仅耗时了3年即形成了战力，而且未来可以通过软件升级适配更多的导弹类型，比如 LRASM 隐形反舰导弹。经济与后勤层面呢，美军通过 C-17 运输机的大规模投送验证了分布式作战理念。澳大利亚则在2025年护身军刀联合军演期间首次实弹试射了提风导弹，测试其跨域作战效能。北约盟友则关注了美军多域特遣部队的编制革新。这支部队整合了远程火力营、防空营与网络战单位，旨在通过多域作战概念打破传统的军种壁垒。与此同时，俄罗斯批评美方违反中导条约精神，尽管该条约已于2019年失效，但美俄间的战略互疑因此加剧。未来，美军计划在2028年前组建5支多域特遣部队，其中3支专注亚太，形成覆盖海陆空的立体打击网。这一部署不仅标志着陆军从传统支援角色向战略打击力量的转型，更折射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驱动。洛克希德马丁等军火巨头的股价因订单激增持续走高，而提风系统的战场表现直接影响了其全球市场份额。当前西太平洋正滑向导弹湖时代，美军中程导弹的密集部署既是对区域拒止战略的反制，也是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强化。然而，战略冒进与地区抵触的张力始终存在。当威慑与实战的边界日益模糊，任何技术故障或者误判都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连锁反应。历史经验表明，军事优势的构建从来都不是单维度的武器堆砌，而是战略耐心、外交智慧与盟友信任的综合博弈。2025年4月，北约与欧盟的军事战略调整为全球安全格局演变的核心焦点。北约启动冷战后最大规模的扩军计划，而欧盟则加速推进防务一体化进程。两者在应对俄乌冲突、重塑欧洲安全秩序的过程中，既呈现了协作态势，又暗含战略博弈的张力。北约的扩军计划以前沿防御为核心，计划将地面作战旅从82个增至131个，总兵力增加24.5万人，增幅达 60%。这一调整不仅涉及了兵力规模，更包含了防空体系重构，地面防空分队数量将从293个激增至1467个，重点强化北欧、东欧及波罗的海区域的防御能力，为支撑长期作战需求。北约计划在芬兰、瑞典等靠近俄罗斯的成员国修建1400多个军事设施，储备130万吨的战略物资，涵盖弹药、通信设备及野战口粮等。这一系列举措被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称为应对混合威胁的必要转型，其直接诱因是俄乌冲突的持续焦灼与俄罗斯在北极及东欧的军事活动升级。与此同时，欧盟防务一体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3月19号发布的欧洲防务白皮书明确提出战略自主目标，要求成员国缩小防务能力差距，加强国防工业协作，并计划到2030年实现关键的军事装备的联合生产与研发。在具体行动层面，欧盟23国重启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
推动建立联合军事干预部队。该部队由法德牵头，可以在48小时内完成危机响应部署。为加速技术自主，欧盟委员会宣布拨款2.05亿欧资助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及军用卫星等尖端项目，涉及了24个成员国的223家军工企业。这种技术主权战略既是对美国军售垄断的反制，也是对北约过度依赖美国指挥体系的平衡。北约与欧盟的战略调整存在深层的互动逻辑。一方面，北约扩军计划中新增的15个作战军和14个师级司令部将与欧盟快速反应部队形成互补。例如，波兰主导的东部边境防御盾牌倡议已纳入北约东翼防御框架。地缘安全层面呢，两大组织的行动引发连锁反应。北约将防空预警机在罗马尼亚的巡逻频率提升了300%，并在芬兰设立了北欧陆军司令部，直接针对俄罗斯在科拉半岛的核潜艇基地。作为反制，俄罗斯宣布扩军16万，并提升极地部队战备等级，其战术核武器部署向加里宁格勒方向前移。当前，欧洲安全框架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深刻变革。北约通过兵力与装备的量级跃升，巩固传统集体防御模式，而欧盟则以技术自主和快速反应能力。这两种路径的交织，体现了跨大西洋联盟的韧性，也暴露出价值观与利益诉求的裂痕。正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所言，当导弹部署与联合研发同步推进时，欧洲正在书写属于自己的安全叙事。但这篇叙事的结局仍取决于战场与谈判桌的博弈。2025年4月，全球军费开支持续攀升到历史峰值，国际安全格局正在经历冷战以来的最剧烈的重构。北约成员国集体推动军费激增，2023年北约军费总额达到1.1万亿美元，其中欧洲成员国防务支出同比上涨11%，德国更是宣布计划将军费提至 GDP 的3%到3.5%。法国24年的国防预算增至497亿美元，增速创了冷战后新高。这种扩张态势已经形成了北约标准外溢效应。目前已经有18个北约国家达到了 GDP 占比 2% 的目标，较2014年仅有3国达成了鲜明对比。而日本2025年财年的防卫预算高达 8.7 万亿日元，同比激增近 10%， 计划2027年实现军费占 GDP 2% 的目标，重点投入日本星链和反航母导弹系统建设。印度则以726亿美元军费位列全球第5，保持年均 13% 的增速，强化南亚战略主导权。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推动下，2024年军费飙升至1200亿美元，占联邦总支出的 30%， GDP 6%，创最高的历史占比。中东局势同样紧张，沙特长期维持 GDP 10%的军费占比，2024年预算超过英法德3国的总和。阿曼、科威特等国军费占比均超 5%。 美国作为全球军费霸主，2025年预算达到8952亿，占全球总额的 40%。其弹药产能扩张计划尤为突出，155毫米弹药月产量将从 1.4 万发增至 8.5 万发，并投资15亿美元升级生产线。推动这轮军费狂潮的核心动因包括俄乌冲突引发的安全焦虑、北约集体防御机制升级、新型战争形态催生的技术竞赛，以及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驱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警告，全球已进入不安全常态化阶段，183处地区冲突创30年来新高，各国正通过军备扩张构建以实力求安全的防御体系。这种螺旋上升的军事投入将使世界陷入到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2025年4月4号，俄罗斯军事电报频道发布了一段视频，引发全球军事界震动。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美军的 F-35A 隐身战机与俄军的苏 35S 战机近距离缠斗，背景中可见俄军的图 95MS 战略轰炸机编队巡航。
这场冷战后首次公开的5代隐身战机对4代半战机的正面对抗，不仅揭示了现代空战的技术博弈，更折射出美俄战略威慑的微妙平衡。视频显示，2架俄军的苏 35S 为图 95MS 轰炸机护航时，一架 F-35A 从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紧急升空拦截，并在距离俄机编队不足500米处实施旗位机动，这是抢占导弹发射阵位的标志性动作。而苏 35S 的雪豹 E 雷达虽然探测距离不及 F-35 的 AN/APG-81，但比较有趣的是 ，F-35本应在超视距外结束战斗，却进入了最不擅长的目视格斗领域，可见美军并没有想要升级事态。这场阿拉斯加上空的博弈，既是技术对抗的缩影，更是战略意志的较量。当价值8000万美元的 F-35与4000万美元的苏 35S 在极地苍穹短兵相接，每一秒的对峙都在重新书写现代空战的教科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